来北京如果只能打卡一条小吃街，想必就是当地人都会逛的牛街。故宫最美的打卡点其实不在故宫里面。早安，午安。现在我要去的就是北京最地道、有700年历史的美食街牛街。走进这区全是卖清真食品的，所以一起来看看我在牛街可以找到什么好吃的哦。这里就是牛街美食街啊，基本上这里有一排，然后放眼望去全是老北京小吃。然后过马路的话，对面也是有一排。走了一圈，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医保盒。他们家有这古装剧里面常看到的正糕。我从以前看剧，我就非常好奇这正糕到底是什么味道，所以先买个尝尝。正糕，别的还有什么？别的跟那个香芋馅的那个。香芋馅的是吧？对，一小块就好。看到隔壁家2块钱一个椒盐烧饼，我买了1袋。本来我是排这家店烤羊肉串，可是我排了10分钟，完全没有动静，然后我就跑去后面那家的羊肉串。虽然它沾的烧烤料很多，可是还是没有盖住那个羊肉味道，个人是有点小难接受。它调味是好的，如果它换牛肉的话，我会买2串。最后再来一个我蛮感兴趣的茶汤。8包的已经卖完了，只剩下杏仁了，所以我就来杏仁喽。现在尝尝我最感兴趣的正糕，虽然说它卖相不怎么样，可是来吃看。它是甜腻的枣泥，然后搭配大颗的红豆还有糯米，一口你要这3样东西一起吃，它才不会很甜腻。这个的话真的要趁热吃，因为凉掉的话，糯米的部分真的是会变得很干。我也吃了医保盒的芸豆糕，这个就比较清爽，不会那么甜腻。接下来吃了2元1个的椒盐烧饼，一口下去，它椒盐味还蛮冲的，它外皮有点酥，可是它里面是比较扎实那一种口感。接下来也是我很期待的茶汤，哇塞！一打开，小小一碗可以看到超多料在里面，有葡萄干、山楂片。吃法就是要先把它搅和，搅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有点像藕粉，它是带点透明然后粘稠了。一边搅的时候，那杏仁香味就会散发出来。味道要形容的话，它就是稠版的杏仁茶，很有一种老款甜点的味道。而且它拌超多酸爽又脆脆的配料在里面，所以一口下去的话，口感是很丰富的。牛街打卡完成，我个人觉得牛街超值得来的，因为感觉这里的食物它真的是很比较老北京，就是很多这里的食物可能在别的地方比较难找到，或者除了北京基本上就很少了。接下来有大半天，我就打算去个景山公园，门票的话只要2块钱，而且入口这里就可以买了，不用提前预约。景山公园其实在故宫生武门出口的对面。像我是爬一个小山坡，因为据说爬到上面的话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，所以一起来上去看有什么。不是，我说真的，从那你在那儿好像是，因为它挺低的，你有没有走？
差不多上到要上的地方了，就是这里。一看下去就是整个故宫场景，而且我现在站的地方是北京中轴线的中心点。哇塞！大家有发现一个东西，如果故宫你约不到，你可以来这个景山公园，因为这里的景色和建筑其实跟故宫差不多，就是那种红墙金黄色的瓦，而且这里的人流量比较少。而且景山公园里面还有一座小故宫，就是这个寿王殿。寿王殿这里的建筑样貌基本上跟昨天打卡的故宫大相径庭。打卡完景山公园，我就有点渴，就来杯饮料。这家饮料店2楼就可以坐下，而且要装潢超中式了。好啦，我的北京之旅就此完成，因为明天我就要搭高铁上东北。这次要去的城市就是大连，就是东北的海边城市。大家如果喜欢看我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见！